主动联系别人的人，他就是回避依恋。就这类人，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，两人关系特别好，但只要你不主动联系他，他就不会主动联系你。包括家人也是这样的啊，他很少主动跟家里人打电话，但凡这两个人在生活中没有啥交集了，基本上成陌生人了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回避依恋人格嘛，就表面上看好像跟谁都能处得特别好，在哪儿都能适应，但他内心深处对别人保持怀疑的态度，他没有办法跟别人深交。为什么？原因是在于回避依恋小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得到像别人一样多的爱和安全感的。父母要不对他不闻不问，要么就是经常指责，经常打压他，导致他因为失望变得不再依赖父母了，从而更加独立、更加理智和冷漠。而这样的人是很难深入一段亲密关系的。你想跟他深交，你起码得有10年8年的交情才可以。当然，你一旦深交上了，你就会跟他成为一辈子朋友和伴侣。而且按理来说，越亲密的关系，回避依恋，他是不是越经常应该联系？但是为什么一旦分开了，你就发现回避跟消失了似的，完全不主动联系别人？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两个原因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就是融合焦虑。什么叫融合焦虑啊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他特别害怕跟别人建立深度连接，一旦关系走近了，就会担心失去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立性。我们得知道，对于回避依恋来说，他们在原生家庭里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指责是多于关爱的，所以他的潜意识里会认为什么呢？两人的关系一旦亲密了，就会受伤。这是会导致他们长大之后，在亲密关系里，他不习惯跟人去亲密，觉得一旦两个人走得太近了，生活融合在一块了，自己就会被吞噬啊，就会被伤害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跟回避依恋谈异地恋可以谈得特别好，但是你要跟他天天黏着，他受不了了。包括跟朋友相处也是，只要你没有过度侵犯他的个人空间，那你们之间的关系能维持得特别的轻松，特别的愉快。而一旦你想过多的干预他的生活，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或者疏远。这个其实不是因为他不在乎你们之间的关系，而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保护。其次，第二个就是分离焦虑。你千万不要觉得回避依恋很冷酷、很独立，不需要任何情感上的支持。事实上，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分离焦虑的，只是他们的分离焦虑和焦虑依恋它不一样。他的分离焦虑是非常隐秘、非常内敛的。当他们面临分离或者亲密关系中突如其来的这种变动的时候，他内心感到恐惧，然后把自己的情感他会封闭起来，以便自己能够迅速的去适应分离。但不像焦虑型会找着闹对方，甚至可能还会提前做好两个人分离的准备，来避免分离焦虑的产生。就比方说我们在亲密关系里，他很少向自己的伴侣去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，也很少会跟伴侣建立一段深度关系的连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害怕被拒绝，害怕两个人迟早有一天会分开，所以他会提前去降低自己对伴侣的需求，压抑自己的情感，从而逼迫自己变得坚强，变得独立。这就是他们抵抗分离焦虑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回避依恋之所以会很少主动的去跟亲朋好友联系，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讲，这种方式是可以去保护他的。如果他跟一个人联系太过密集了，就会引发他身上的融合焦虑或者是分离焦虑，从而会勾起他骨子里那些被抛弃的痛苦。所以他会尽量的保持生活的平和，避免冲突的发生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长时间不去联系你的朋友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这个人不是不想理你，他就是单纯的回避而已。